王晨他实在太过分了，就算我们两派之前有不愉快，可毕竟还是盟友，他怎能下如此重的毒手？真是无法无天，完全无视我派门规。宋兄、赵师弟，各位师弟师妹，你们放心，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将此事如实禀报。我风雷剑派会给予那王晨惩罚，一定还你们一个公道。欧阳平志信誓旦旦地说着，一副是要为宋金伦等人讨回公道的模样。而站在他身后的众位弟子也是纷纷点头，表示赞同欧阳平志的说法。风雷剑派对于欧阳平志的话，宋金伦则是冷然一笑。欧阳平志，你难道能够确定刚刚那个家伙真的是你风雷剑派的人吗？宋兄，你这是何意？那王晨不是我风雷剑派的人，还能是哪里的人？欧阳平志一脸的不解。实际上，不仅是他不解，在场的不少人也都是对宋金伦的话感到不解。没事，宋金伦摇了摇头，不再过多的解释。其实这也只是他的一种猜测，这种猜测是来自于他的直觉。宋金伦与风雷剑派弟子接触过很多次，他所接触的风雷剑派弟子志宏，其中最优秀的弟子就是欧阳平志。可哪怕欧阳平志也从来没有带给过他如刚刚王晨所带给他的压迫感，甚至申屠浩利以及其他几位天才也从未给过他这样大的压迫感。这让他觉得那个叫做王晨的家伙很可能并不是风雷剑派的弟子，但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倘若那王晨不是风雷剑派的弟子，又会是何方神圣？而连他自己都无法解释的事情，他自然也就无法向他人解释。几乎与此同时，外面也是炸开了锅，所有人都在围绕着王晨这两个字而展开了议论。风雷剑派的这个叫做王晨的弟子可真是不简单啊，的确有点了不得。击败九星天山赵子成也就罢了，竟然击败宋金伦也只是用了一招而已，并且还是非常简单的一招。至今为止，他只透露出了他是五品尊者的气息，可是无论是仙法还是武技，甚至是如何增强的修为，他都未曾施展，是何等至宝，让他隐藏得如此之深？众人议论也是正常，毕竟刚刚楚风与宋金伦交手的时候，宋金伦的修为也是达到了五品尊者。其实宋金伦以及欧阳平志，包括申屠浩利以及南宫一凡，他们的真实修为都是二品尊者，而宋金伦达到五品尊者的修为，乃是因为他施展了至宝以及血脉之力，还有特殊功法等诸多手段，他所施展的手段大家都是看得到的。可那王晨从二品尊者的修为提升到五品尊者的修为，身上却没有任何变化，人们看不出他是使用了至宝，还是血脉之力，或者是特殊功法，所以人们猜测，在那王晨的身上应该有着一件至宝，是那至宝隐藏了他身上的一切力量。风掌教，你派这位弟子身上的隐藏宝物可真不简单啊，竟然连施展的手段都能隐藏的了，不知是从何处得到的此等宝物啊！此时，就连六大势力的掌教们也纷纷将好奇的目光投向了风雷剑派的掌教，天机不可泄露。而对于众人的好奇，风雷剑派掌教则是卖起了关子，天机不可泄露，我看是你教导无方，你派这弟子重创我宗弟子，这件事情你不需要给个交代。九星天山掌教一脸不悦地看着风雷剑派掌教，他仍在对王晨重创九星天山众弟子一事耿耿于怀。放心，我派弟子做错了事，我定会惩罚，这件事不用你提醒。倒是你，好歹也是一宗掌教，能别因为弟子之间的摩擦就如此气急败坏吗？怎么就只许你宗弟子欺负我风雷剑派弟子，我风雷剑派弟子反击就不行了？真是有失宗师风范。面对九星天山掌教一而再再而三的逼迫，风雷剑派掌教变得很不耐烦，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九星天山掌教被气得再度站起身来，一双怒目恶狠狠地盯着风雷剑派掌教，那个样子简直恨不得与风雷剑派掌教一较高下。幸亏诸天门掌教等人劝解，否则二人可能真的会打起来。不过气急败坏的只有九星天山掌教一个人。此时风雷剑派掌教不仅不气，反而非常得意。虽说欧阳平志等弟子全都败下阵来，但是那个王晨却给了他一个极大的惊喜。只是惊喜之余，连他对王晨也是充满了好奇。快看，打起来了，终于打起来了！浩瀚人海再度骚动起来。原来是南宫一凡经过长途跋涉之后，终于来到了乌冥以及苗九天所在的位置。而乌冥以及苗九天也不废话，在南宫一凡靠近之后，便直接联手对南宫一凡发动了攻势。只是奈何南宫一凡实在太强了，哪怕乌冥与苗九天联手，却也根本不是南宫一凡的对手。尽管乌冥与苗九天早有准备，可是这一战的时间却非常的快速。不过短短片刻的功夫，南宫一凡就将乌冥以及苗九天击败，顺利的从苗氏天族和龙凤仙阁手中抢走了那紫色光柱内的宝物。至此，南宫一凡已是拿到了12件宝物中的4件。可是人们却并没有觉得南宫一凡就一定赢定了，因为此时还有着另外一道身影吸引着众人的瞩目，那个人自然便是楚风所伪装的王晨。此时楚风已经来到了一座紫色光柱面前，并且就如同先前一样，轻而易举的就拿到了紫色光柱内的宝物，简直就是无视那守护阵法。这王晨的身上是不是有特殊的宝物啊？不然怎么可能无视那阵法？再度看到王晨轻而易举的拿到至宝，人们再度议论纷纷，并且几乎一致认为王晨的身上定然是有特殊的宝物，是那至宝帮助了他，否则他不可能无视紫色光柱。毕竟就连南宫一凡那等天才想要破开紫色光柱的阵法，也需要集合诸天门众弟子的力量才能破阵。王晨他凭什么能无视阵法？其实不一定，除了特殊的宝物，还有一种可能可以让他无视那紫色光柱内的阵法。然而就在众人认定王晨有特殊宝物在身的时候，却有一道不一样的声音响起，是风游大师。顺声观望，看到那位刚刚讲话之人，众人竟也是目露敬意。这位开口之人不属于任何势力，
但6大势力的掌教甚至长老们却都认识这位。这是一位身穿青色道袍的老者，身材微胖，但却不影响他那宛如仙人般的气质。而他之所以如此出名，乃是因为他的结界之术非常厉奥的。这是一位龙纹级圣袍界灵师，风游大师。还有哪种可能可让此子拥有无视那等阵法的本领？朱天门掌教开口问道。经过老夫观察，那阵法虽对修武者有着极强的阻挡力，但对界灵师阻挡的力量则相对较小。若是达到重温级圣袍，便可以一己之力破开那阵法，且所用时间比你们6个势力所有弟子联手都要快上一些。而若是能够达到蛇纹级圣袍，便可轻松的破开那阵法，破阵时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若是拥有龙纹级圣袍的力量，便可以直接无视那阵法，连破阵都是不必。风游大师说道。只是听完风游大师这番话后，人们却纷纷无视了。他们坚信风游大师的眼光不会有错。既然风游大师说龙纹级圣袍界灵师可以无视那阵法，那么就一定可以。但是要说一个小辈能有龙纹级圣袍的水平，人们别说是见所未见，更是闻所未闻。所以他们便干脆忽略风游大师的话。之所以忽略，是因为他们觉得风游大师的观点几乎不可能发生。那个王晨一定是身上有特殊的宝物，不可能是龙纹级圣袍界灵师。楚风破阵速度太快，毕竟他可以无视阵法，他所花费的时间全部在赶路上，至于破阵不过是随手的事情而已。所以他拿到至宝的速度可比南宫一凡他们快多了。最终独自一人破开了4座阵法，拿到了4件至宝。而算上之前从风雷剑派以及9星天山手中抢夺到的至宝，楚风已经拿到了6件至宝。至于南宫一凡，在击败乌冥和苗九天之后，率领诸天门众弟子也是破开了1座阵法。此时南宫一凡手中也是有了5件至宝，并且他还在破解着这最后一道阵法。而此时场外的所有人也都变得兴奋起来。虽然结界世界内的人不知道具体局势，但他们这些局外人通过虚空之上的镜像却知道结界世界内的所有情况，甚至他们能够清晰地看到风雷剑派异军突起的弟子王晨正在向南宫一凡的方向飞掠而去。所有人都知道大战一触即发，而究竟是南宫一凡能够获胜，还是这个神秘弟子王晨能够获胜，大家心中充满了期待。只不过大家并未注意到，尽管楚风所伪装的王晨已是给了众人能够与南宫一凡抗衡的信心，但是诸天门掌教却依旧是有恃无恐的模样。他并未对南宫一凡有丝毫的担心，甚至那种目光简直就像是在等着王晨去送死。似乎在他看来，无论王晨之前的表现如何亮眼，都无法击败南宫一凡，只会成为南宫一凡扬名的垫脚石。南宫一凡之前与申屠浩利等人的战斗，整个结界世界都看到了。可是楚风与宋金伦等人的战斗并未掀起太大的风波，因此南宫一凡并不知道王晨的存在，他也不知道有一个家伙已经先他一步夺得了另外4道紫色光柱内的宝物。此时在他看来，所有人都已经被他击败了，但是紫色光柱除了眼下这道之外，还有4道没有被破解，他必须加快速度才行。所以莫说诸天门众弟子在破阵，就连南宫一凡自己也在尽全力的破解那座阵法。明白南宫一凡打算的诸天门众弟子也是不敢有所懈怠，他们都在尽全力的破阵，全神贯注，甚至忽略了外界的一切。你们还是别浪费时间了，这里交给我吧。可突然之间，一道声音却是在天际炸响，这让诸天门的所有弟子都感到意外。尤其是当他们顺声观望，看到天际上那道身影之后，那眼中就不只是意外了，更多的是诧异和无法理解。本来当这种声音响起，他们第一反应就是有人来找他们麻烦，可是此时站在天际之上的竟然只有一个人，而这个人身穿风雷剑派弟子的服饰，但他们却并不认识。这种无名之辈也敢来找他们麻烦，尤其是在南宫一凡接连击败了申屠浩利、苗九天以及无名之后，竟然还有无名之辈敢来挑战他们诸天门，这让他们感觉难以置信。南宫一凡也看了楚风一眼，但是他却理都没理，而是转过头去继续破解阵法。南宫一凡不理楚风，是因为在他眼中楚风都没有资格让他出手，而诸天门弟子向来霸道，就算南宫一凡不理楚风，但其他弟子也不会放过楚风。滚！果然不悦的声音炸响，与此同时，一股霸道的威压也是直奔楚风而去，那乃是二品尊者的威压。而出手的那个人，楚风认识，此人叫做北洋洛。当初南宫一凡前往祖武星域的时候，这北洋蜡也跟随在左右。虽说也是天才之身，但这北洋洛却是南宫一凡忠心耿耿的狗腿子。北洋洛完全没把楚风放在眼里，所以他释放威压的时候是背对着楚风释放的，释放之后也根本没有理会，因为他有着绝对的自信，这道威压绝对可以将那名风雷剑派弟子轰飞。北洋洛，你真是不该对我出手。可当楚风的声音再度响起之后，莫说是北洋洛心神一震，诸天门的所有弟子都是心神一震，就连南宫一凡也是目露意外。下一刻，诸天门的所有弟子都将目光投向了楚风，而这一看，他们眼中的金色则是更浓。此时在他们眼中，那名风雷剑派弟子还站在天际之上，不仅毫发未损，竟然未曾退后半步。忽然，楚风如同鬼魅般的消失了。下一刻，诸天门所有弟子都是脸色大变，因为当他们再度看到楚风的身影时，楚风已经来到了他们人群之中，并且楚风就站在北洋洛身前。只见楚风的手掌抓住了北洋洛的脖颈，将其高高举起，而身为二品尊者的北洋洛更是满面痛苦，那个样子就好像已经丧失了反抗之力。看来刚刚说的不够清楚，那我就再说一遍，从现在开始，这里的一切都归我，你们最好乖乖离开，若有人胆敢反抗，那么后果便如他一般。话罢，
楚风的手掌猛然握紧，只听咔嚓一声，那北洋洛的脖子已被楚风扭断。猛然间，结界内外一片哗然。莫说诸天门弟子懵了，就连结界世界外早就知道楚风动向的众人也是懵了。他们虽然早知道那个叫做王晨的家伙此去就是挑战诸天门的，但却并没有想到他这挑战的方式竟然会如此的直接，简直是毫不留情，找死！猛然间，一声怒吼响起，南宫一凡出手了，磅礴的威压化作无形的浪潮，自南宫一凡的体内倾盆而出。虽然直奔楚风而去，但因为距离太近，就连诸天门的弟子也是遭受牵连。那些弟子们全部被震飞开来，轻的只是飞出老远后便落在了地上，严重的竟然被南宫一凡的威压震伤。可是再看那威压的攻击目标楚风，他竟然毫发无损，依旧站在原地。那威压虽强，但楚风根本就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反倒是那被楚风捏在手里的北洋洛模样更加的凄惨。尽管他的脖梗被楚风扭断，但毕竟只是皮外伤，到了他们这种境界，就算肉身破碎，可只要灵魂不损，那肉身也是可以瞬息恢复的。所以刚刚楚风的手段只是威慑性强，实际上并未对那北洋洛造成特别大的伤害。可是南宫一凡的威压直奔楚风而去，又在楚风身上炸开，势必会牵连北洋洛。所以此时的北洋洛不仅面露痛苦，更是大口大口的喷着鲜血，就连气息也是弱了许多。先前的他虽已被楚风所伤，但那只是皮外伤，可是现在的他却连灵魂都负伤了。只不过他此时的伤却并非楚风所赐，而是南宫一凡所赐。你们两个是多大的仇恨，你竟然想置他于死地？楚风以讽刺的口吻说道：你这家伙隐藏实力。南宫一凡被楚风气的面容变化，但更多的却是意外。楚风刚刚击败北洋洛的时候，已经释放出了气息，而他所释放的气息乃是二品尊者。正因如此，南宫一凡才会意外，因为他对楚风出手的同时，其气息已经得到了提升，他已经施展出了天赐神力，修为从二品尊者提升到了三品尊者。可哪怕如此，竟然也未能伤到对方，这让南宫一凡意识到，对方的修为绝对不只是二品尊者那么简单，他很可能也掌握着特殊的力量。但是南宫一凡却并没有与楚风废话，而是身上光芒流转，紧接着他的修为竟然再度提升，已是从三品尊者提升到了四品尊者的地步。他施展出了诸天佛神，这诸天门的正宗玄功，修为再度提升之后，南宫一凡便准备对楚风出手。可谁曾想，就在此时，楚风却是开口：不如把你的所有手段都一口气施展出来吧，只是这种程度，你是无法击败我的。楚风说完此话，却又忽然叹道：我想起来了，你的那件至宝好像一定时间内只能施展一次，你刚刚似乎施展过了，所以现在你的修为只能提升2品，那就没意思了。这样的你怎么和我打呀？话到此处，楚风很是失望的摇了摇头：你到底是什么人？听闻这里，南宫一凡的目光也是变得凝重起来。他并不是忌惮楚风，而是他忽然觉得眼前这个人他似乎有些熟悉，可是偏偏他又不认识对方，这明明是他第一次看到这个人，对这个人一无所知。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楚风此话说完，周围空气震荡开来，是威压。楚风将他的威压释放而出，那威压横扫一切，就连南宫一凡也是连连倒退，因为楚风所释放的威压乃是5品尊者，他竟有5品尊者的修为。此时诸天门众弟子的脸色变得更外精彩起来，尤其是那北洋洛，因为他终于知道为何刚刚楚风能够一出手就将他轻易的制服。本来他之前还觉得是自己大意了，失去了先机，心中本来还有些不服，可是现在他才意识到，哪怕重新再战一场，他也绝对不是这位的对手。毕竟他就算施展再多手段，也无法将修为提升到5品尊者的地步。与此同时，场外的人也都是将目光凝视在楚风的身上，果然有隐藏至宝守护，不然不可能修为提升，却根本看不出他是用了什么手段提升的修为。当他们看到楚风的修为再度提升到5品尊者，但外貌依旧没有任何变化后，他们越发坚信了之前的猜测。他们觉得是楚风身上有特殊的隐藏宝物，将楚风所施展的手段都隐藏了起来，否则根本就无法解释楚风那强大而可怕的战力。现在南宫一凡他又当如何呢？惊叹于楚风的同时，人们又纷纷看向了南宫一凡。南宫一凡之前与申屠浩力交战的时候，能够从2品尊者的修为提升到5品尊者，除了本身的天赐神力以及诸天门的正宗玄功诸天佛身外，他所依靠的还有一件至宝，那至宝名为赤炎魂甲。只不过赤炎魂甲的力量所释放的时间是有限的，施展之后的短时间之内无法再施展这力量。而刚刚南宫一凡与申屠浩力交手的时候，就已经施展过了赤炎魂甲的力量，虽然距离第一次施展也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可算一算时间，似乎那赤炎魂甲力量还没有彻底恢复。如今的南宫一凡的确无法施展赤炎魂甲的力量，无法施展赤炎魂甲，南宫一凡的修为便定格在了4品尊者，这叫他如何与5品尊者的王晨抗衡呢？连外人都在担心，诸天门的长老们就更加担心了。可诸天门的掌教却依旧一副有恃无恐的模样，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忽然南宫一凡也是发出了一声冷笑，当他发出冷笑之后，人们都是目露喜色，能够在对方的修为高于自己1品的情况下发出这样不屑的笑容，人们猜测南宫一凡他定然还有后手。于是所有人的目标都变得期待起来，难怪敢来挑战我，原来是算好了我赤炎魂甲的力量还未恢复。你说对了，我赤炎魂甲的力量的确还没有恢复，但是你若以为这样就能够击败我的话，那你也太低估南宫一凡了。南宫一凡话到此处，眼中忽然闪过一抹决意，紧接着飓风掀起，威压肆虐，他
他的修为竟然再度提升。五品尊者，此时南宫一凡的修为再度提升到了五品尊者的地步。可是他的身上除了天赐神力以及诸天佛身的力量之外，并没有其他的力量了。怎么回事？难道南宫一凡他的身上也有隐藏至宝？可是他的到底又掌握了怎样的力量？修为竟然还能够再度提升？这样算的话，若是赤炎魂甲的力量可以恢复的话，他岂不是可以连续提升4品修为，从2品尊者的真实修为硬生生的提升到6品尊者的地步？当南宫一凡修为再度提升之后，人们惊叹连连，议论纷纷。他们都知道南宫一凡此时修为提升并非是依靠那赤炎魂甲，而是有了其他的力量，只是人们还不知道这力量究竟是什么。不是隐藏了，而是他的真实修为提升了。忽然有人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而听闻那位的话后，外面的围观者也都感觉非常的有道理。因为无论怎么看，好像南宫一凡此时都不像是又使用了特殊的力量强行提升的修为，更像是他本身的修为又增强了1品。好像真的是这样，那岂不是说南宫一凡他的真实修为如今根本不是2品尊者，而是3品尊者？他先前是隐藏了自己的真实修为。对，一定是这样。难怪他从一开始就那般自信，原来是他早就胜券在握。厉害啊！一时之间，众人对南宫一凡赞叹不已。既然南宫一凡是隐藏了真实修为，那么会不会那个王晨也是隐藏了真实修为？他其实并没有隐藏力量的宝物在身上，他的修为提升甚至根本没有运用特殊的力量，而是他本身的修为就很强。修为增强不过是因为他先前隐藏了修为。此时有人开始推断，楚风很可能也是在依仗真实修为来转变自己的气息。不可能，的确不可能。若要是按你的说法，那他的真实修为岂不是就在5品尊者？一个小辈怎么可能在这个年纪拥有5品尊者的修为？对，的确不可能。若真的是这样，那此子早就一鸣惊人了，怎可能隐忍到今日？然而对于那种说法，大家却都持反对意见。之所以反对，主要是他们觉得一个小辈不可能拥有5品尊者的真实修为，毕竟如申屠浩利、宋经纶他们这等最顶尖的天才也只是2品尊者呀。南宫一凡拥有3品尊者的修为，他们勉强能够接受，至于5品尊者，他们是完全无法接受的。现在认输，我可以放你一马。南宫一凡开口了，他从始至终都自信满满，但是当他的修为提升之后，他身上的那股傲气又被他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可是面对南宫一凡的话语，楚风却轻蔑一笑，还不够，把你的身上藏着的宝物施展出来吧。不够，对付你已是足够。南宫一凡说话之间，身形一晃，便如同鬼魅一般消失不见。当他再度出现之时，竟已是来到了楚风身前。这一次他可能是害怕伤到北洋洛，所以选择近身交手，并且他的拳头已是直奔楚风的面门而去。他没有打算重创楚风，但却打算让楚风丢尽脸面。可实际上在南宫一凡动身的一瞬间，楚风就已经猜到了南宫一凡的动作，所以楚风早就将手中提着的北洋洛丢了出去。随后那只原本抓着北洋洛的手掌呈鹰爪之状，以凌厉之势向南宫一凡抓了过去。他所抓的方向乃是南宫一凡的脖颈。哼，竟然想用对付北洋洛的方式来对付我，你以为我是那个废物吗？你将因你对我的轻视而付出惨重的代价。看穿楚风攻势的南宫一凡不仅不慌，反而心中冷哼一声，因为他的拳头已经到了楚风的面门之前，下一刻就要击中楚风。可是下一刻，不仅南宫一凡傻了，诸天门在场的弟子以及场外的所有人也全都愣住了。南宫一凡的那一拳不仅被楚风躲开，并且楚风的手中如同鹰爪一般紧紧地扣在了南宫一凡的脖子之上。先前还一脸狂傲之气的南宫一凡，此刻已是如同那北洋洛一般，被楚风抓住脖颈，也硬生生地提了起来。胜负已分，但这胜负分出的速度，这战斗的结局也未免太让人意外了，快到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人们都想不通，明明同样是5品尊者，为何那王晨能够如此轻易的就击败南宫一凡呢？你竟然是6品尊者！就在此时，南宫一凡艰难地发出了声音：什么6品尊者？果然是6品尊者！他的气息又提升了。当南宫一凡此话说出之后，众人也是注意到楚风的修为果然提升了。此时他的修为已经不再是5品尊者，而是6品尊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他的修为又提升了？他到底是何修为？他到底掌握着怎样的手段？此时众人看向楚风的目光之中充满了复杂的目光，人们发现他们越来越捉摸不透这个家伙了。你以为你赢定了？然而就在这时，南宫一凡却是发出了阵阵冷笑。下一刻，南宫一凡的身上便释放出了磅礴的吸力。当那吸力释放之后，天地之间无形的力量开始涌入他的体内。这种情况下，南宫一凡的身上开始散发出淡淡的光华。虽然那光华非常的薄弱，可是南宫一凡整个人看上去却是非常的神圣。南宫一凡他修为竟然又提升了，这一次好像是特殊的力量，只是这是什么力量？南宫一凡的修为再度提升，人们惊呼不断，但楚风却是一副意料之中的模样。那不仅是意料之中，反而有些失望。终于还是使出来了，不过只是这种程度，太让我失望了。毕竟你诸天门研究那石头盒子研究了那么久，结果最后只能帮助你从那石头盒子之内得到这种程度的力量吗？楚风以讽刺的语气说道：石头盒子，那不就是那结界世界？而楚风此话一出，顿时掀起千层波浪，所有人都明白楚风所说之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猛然间，主看台上有人拍桌起，那是龙凤仙阁的阁主，你这是什么意思？此时龙凤仙阁阁主一脸怒容地看着诸天门掌教，诸天掌教，这件事情你解释一下吧。与此同时，
其他几位掌教也是纷纷起身，以那颇为不善的目光凝视着朱天门掌教，真是荒唐。刚刚的话不过是那个无知弟子的一派胡言而已，你们居然就信以为真。然而面对几位掌教的质问，朱天门掌教不仅不慌，反而他也是一脸怒容，竟然质问起其他几位掌教，当初得到那个石盒，我们可是一同研究过的，根本就无法利用那石盒的力量去破解石盒，只能按照碑文所提示的去做。而碑文是如何提示的？就是将石盒开启，然后让小贝进入其中，以小贝的力量去夺得石盒内的至宝。这件事情你们也是清楚的，现在居然怀疑我。朱天门掌教一身正气，就好像错的根本不是他，而是另外几位掌教一般。而听闻朱天门掌教的话后，另外几位掌教也是面露尴尬，不知该如何辩驳。因为朱天门掌教所说的确是符合当时的情况，他们当初的确是认真检查过那石盒，是无法利用石盒力量的，不然他们也不可能放心的将那石盒交给朱天门保管。毕竟那石盒内的至宝可是他们都想得到的，我们是信任你的。可是你宗弟子南宫一凡他此时所施展的手段，似是利用了结界世界内的隐藏力量，这当如何解释？风雷剑派掌教问道。一凡乃是有大机遇的人，受上天所眷顾，他虽为我派弟子，但却也有着一些我派也不知的手段，你又不在里面，凭何断定一凡所施展的手段就一定与那石盒的力量有关？朱天门掌教反问道。那就是那个弟子一派胡言，就算天赋利奥的也是应当惩戒。龙凤仙阁掌教说道。一个弟子哪有这个胆量？依我看是有人在背后教唆的吧。九星天山掌教说这话的时候，看向了风雷剑派掌教一眼。这件事岂能怪我派弟子？明明是朱天门的南宫一凡使用了下三滥的手段，风雷剑派掌教自然要替楚风说话。什么叫做下三滥？而听闻此话，朱天门掌教的脸色也是变得不悦起来。其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心里清楚得很，他很清楚南宫一凡他就是利用了石盒的力量，只是这件事情他不能让这些人知道，他必须要装，而既然装，当然也就要装得更像一点。好了，这件事到此为止，咱们可是盟友，不要因为一个小辈的胡话就内讧起来，否则岂不是让外人看了笑话？此时苗氏天族的族长也是开口了，他并没有参加争吵，反而是出言相劝。而听闻此话，尽管几位掌教的心中都是有所猜疑，但在没有绝对的证据面前也都不好说什么，于是都纷纷坐回到了座位之上。怎么会？可是当他们刚刚坐下之后，却又纷纷站起身来，他们惊愕地发现结界世界内竟然又有了变化，修为提升后的南宫一凡竟然依旧无法在那个叫做王晨的弟子手中挣脱。可恶，你的身上到底有什么？你为什么能限制我？先前还自信满满的南宫一凡此刻已经慌了。原本当他修为再度提升之后，他就想狠狠地教训一下眼前的这个风雷剑派弟子，可还不待他出手，一股霸道的力量自对方手中释放而出，涌入他的体内。此时此刻，他体内的所有力量就如同被制服了一般，竟然不受他的控制。此时的他就像是一只被拔了毒牙的毒蛇，任凭体内毒液再强，却也根本伤不到对方。看着南宫一凡那一脸不甘心的模样，楚风微微一笑。下一刻，楚风衣衫飘动，紧接着楚风的气息风卷残云一般席卷天地。直至此时，莫说南宫一凡以及朱天门的弟子，就连外面的人也能够看得出来，楚风的修为又提升了8品尊者。此时楚风的修为已经达到了8品尊者。你到底是什么人？南宫一凡有些绝望了，因为直至此时，他已经将他所掌握的所有手段全部施展了出来，可哪怕如此，他却也依旧无法与眼前这位抗衡，所以他绝望了。他的绝望是因为他本来觉得这结界世界内的至宝非他莫属，可是现在却出现了一个他施展全力都无法战胜的人，他怎么可能不绝望？我说了，你很让我失望。话音落下，楚风大手猛然一挥，只听轰的一声巨响，山石碎裂，浓烟滚滚，是南宫一凡。南宫一凡被楚风丢了出去，狠狠地摔在了远处的山石之上，力量太大，大山都被洞穿崩塌。而南宫一凡落地之时，已是浑身是血，筋骨尽断，尽管意识上还清醒，可是却已经丧失战力。你混账！我们乃是盟友，就算你本领高超，可也要有所分寸，切磋点到为止。你凭什么重创南宫师兄？就在此时，一名朱天门的女弟子站出来了，她可能是南宫一凡的爱慕者，并且还挺真心，所以在南宫一凡被楚风重创后，那些男弟子都不敢开口的情况下，她却站了出来，替南宫一凡说话。谁是你盟友？小姑娘，说话注意点，不然别以为你是女的，我就拿你没办法。楚风转过头来，怒视了一眼那名女子。那名女弟子原本已经做好了与楚风抗争到底的准备，可是当她看到楚风的目光之后，却顿时就怂了，因为在那一瞬间，她仿佛看到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魔鬼。之后，楚风便走到阵法之前，探手一抓，便直接洞穿了守护阵法，将里面的宝物取了出来。见此一幕，那名先前还对楚风大声呼喊的女弟子彻底傻眼了。不仅是她，朱天门的其他弟子也傻眼了。毕竟那紫色光柱下的守护阵法，他们刚刚还在破解，深知那阵法的厉害，可是眼前这个家伙竟然直接无视阵法，如此轻易的就将那阵法里面的宝物取了出来，这让他们一时之间有些怀疑自己，不知道是对方太过利奥的，还是他们自己破阵的方法不对。不过相比于朱天门那些弟子的震惊，外面的众人早就对楚风这个举动见怪不怪了，但是他们却对楚风8品尊者的修为所惊吓到了。从楚风展现实力，直至此时一步一步到达这个程度，他都在不断的挑战众人的对小辈实力的认知。此时许多人都看向了风雷剑派掌教，尤其是老一辈，眼中更是充满了羡慕。他们都知道
从此风雷剑派将变得不一样，很可能风雷剑派将凌驾于其他5大势力之上，不因别的，只因风雷剑派之中出现了一位了不得的弟子。这个弟子叫做王晨，之前没人听闻过他，可是他今日却一鸣惊人，让所有人都记住了他。好一句，谁是你盟友？看来在这个王晨的眼中，我们5大势力根本就不配做风雷剑派的盟友。风雷剑派可真是教出了一位了不起的好弟子啊！九星天山掌教阴阳怪气的开口了。不过对于九星天山掌教的话，风雷剑派掌教这一次却根本没有理会。此时他的脸上挂着毫不掩饰的笑容，他内心喜悦极了。倘若说王晨今日给了所有人一个意外的话，那么对他来说更是一个天大的惊喜。在他的眼中，欧阳平志便是风雷剑派的最强天才，他也一直将把欧阳平志当作未来的栋梁来培养的。只是奈何欧阳平志尽管天赋过人，可始终无法在6大势力最强弟子之中脱颖而出。尤其是刚刚在南宫一凡大战申屠浩利的时候，唯有他的目光一直凝视着欧阳平志与宋金伦的战圈。可是当他看到欧阳平志一点一点被宋金伦压制，直到胜局已定，他真的是心都在滴血。毕竟欧阳平志代表的乃是他风雷剑派，欧阳平志败了，也就等于风雷剑派的所有弟子败了。那一刻，他这位掌教何止脸上无光，内心更是失落至极。可谁曾想，就在他已经觉得自己脸面丢尽的时候，王晨横空出世，8品尊者的气息，不管他是用了何种手段，都足以傲视6大势力的所有弟子，就连老一辈也必须叹服。王长老！忽然，风雷剑派掌教看向了一位老者，那位老者名为王尚坤，不仅是风雷剑派的长老，更是王晨的爷爷。属下在自家掌教的呼唤下，王尚坤赶忙起身施礼。虽然他的脸上尽是恭敬，可他的心里早就乐开了花。毕竟那惊艳四座的天才可是他的亲孙子啊！你培养孙儿有方，为我风雷剑派立下了大功，我要赏你。从今日起，你为藏书阁阁主。风雷剑派掌教说道。多谢掌教大人。王尚坤激动的都快要哭了出来。他之前本是藏书阁8位当家长老之一，虽然在风雷剑派内也是有着一定地位，可是与藏书阁阁主却是相差甚远。毫不夸张的说，藏书阁阁主在风雷剑派内可以说是除了掌教大人以及太上长老外最有地位和权力的几个身份之一。本来那是他一辈子都不敢想的位置，但是现在他竟走上了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位置，他自然高兴万分。王晨啊王晨，本以为你平日里不学无术，全靠爷爷我生拉硬拽将你的修为提了上来，却不曾想你小子隐藏的这么深，到底是暗中得到了怎样的机遇，你竟有了如此修为。想不到啊，想不到，原本都不指望你超越你父亲我了，不曾想你才是光宗耀祖我王家之人啊！欣喜之际，王尚坤更是在心里把自己这位平日里名声不怎么样的孙子夸了一个遍。在他看来，这已经不是他的孙子了，简直可以做他的爷爷，做他的祖宗了。以后他的前程都要靠他的这位孙子爷爷。可就在这时，忽然一道声音响起。当那道声音响起之后，王尚坤顿时心神一震，他发现那道声音如此的熟悉，好像是自己的孙子王晨。可是王晨明明在结界世界内，但那声音却是自场外传来的，竟然有人冒充我孙儿王晨。想到这里，他一脸怒容的朝着那个声音传来的方向看了过去。可这一看不要紧，他顿时愣住了，因为他发现在那声音传来的方向站着风雷剑派的弟子，他们此刻都非常的狼狈，身上被刻满了字，那字的内容更是不堪入目，同门相残、禽兽败类、猪狗不如等字眼全都刻在他们的身上。可哪怕如此，王尚坤还是一眼就看出来了，其中一个人乃是他的孙子王晨。晨儿，这是怎么回事？王尚坤一脸错愕，他的目光不断在那王晨以及结界世界内的那道身影来回切换。可是越看他心中越慌，因为从诸多表现、面容神情以及说话语气上来看，似乎此时那一身狼狈的家伙更像是他的孙子。这是怎么回事？此刻不仅仅是王尚坤一脸错愕，风雷剑派掌教以及在场的所有人都是面容精彩，一时之间不知所措。爷爷，我被恶人抓了！王晨用哭腔说道。且说完此话，将手指向了虚空之上的镜像，而手指则对准了镜像内的楚风。那个人，他抓了我们，然后伪装了我的身份，他是一个恶人，他是来夺我们6大势力至宝的大恶人。此刻全场鸦雀无声，王晨的声音又非常响亮，所以他的这番话，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听得清清楚楚。伪装、抢夺，只是这2个简单的词汇，就让人们明白了事情的经过。忽然间，一阵狂笑响起，乃是九星天山掌教。赏赐你，竟然因为一个窥探我6大势力至宝的外人，而赏赐了那个没用的老东西。你可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九星天山掌教一边狂笑，一边看着风雷剑派掌教，他笑的那叫一个开心，怎么能不开心？刚刚风雷剑派掌教就是因为王晨，所以趾高气昂，让他心里极为不爽。结果现在忽然发现，搞了半天那个王晨乃是一个伪装者，根本不是风雷剑派的人。也正因如此，风雷剑派掌教刚刚对王尚坤的赏赐，成为了一个天大的笑话。这个笑话如此好笑，他岂能错过？此时，风雷剑派掌教气得脸都变了，他看向那一身狼狈的王晨，便怒吼开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清楚！被掌教大人所呵斥，王晨哪见过这种场面，吓得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半空之上，简直连尿都快吓出来了。这种情况下，他不敢有一丝隐瞒，不仅将事情的经过说得清清楚楚，就连他欺凌同门的事情也都说了出来。听闻事情经过，王尚坤直接一口老血吐出来，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刚刚还觉得他的孙儿要让他光宗耀祖了，结果现在他就要面对现实，他的孙儿
还是那个不成器的家伙，并且今日将他的脸面全都丢尽了。你这个没用的东西，看我不打死你！此时，王尚坤御空而来，落到了王晨身旁，抬手就要打王晨。他可不是装腔作势，他是真的打算狠狠地教育一下这个王晨。可是他那有力的手掌还未落下，便是一声闷响响起，下一刻，一股热气喷在了他的脸上以及他的身上。紧接着，他傻了，因为他惊愕地发现，先前还在他身前的王晨，此刻竟然已经化作了一片血雾，飘荡在半空之中。他的孙儿王晨死了，残骸同门，又被人利用，真是丢尽我派脸面。紧接着，一声怒喝响起，乃是风雷剑派掌教。其实大家看得清楚，那王晨就是风雷剑派掌教杀的。盛怒之下，就算亲手杀了王晨，风雷剑派的怒火也没有消退，所以他此时将目光投向了王尚坤，教育后人无方，不配做我风雷剑派长老。话罢，他手指一点，一道光剑飞掠而出，噗的一声便洞穿了王尚坤的丹田。王尚坤的修为已经被他废除，今日起将他们逐出我派，从此不是我派之人。风雷剑派掌教大袖一挥，便立刻有长老冲上前来，不仅强行将王尚坤的衣服扒了下来，就连那几位与王晨同行的弟子衣服也都被扒了下来。那几个弟子都被吓傻了，但其实他们是幸运的，至少他们没有像王晨一样直接被掌教抹杀。但是其实大家心里的都清楚，王晨和他的爷爷之所以如此之惨，都是结界世界内那个冒牌货闹的。若不是那个冒牌货表现得太过惊艳，让风雷剑派掌教寄予厚望，他也不会有后来的失望了。只是再度看向结界世界内的楚风，只是与此同时，另外一个疑问却又来了，这个家伙到底是谁啊？既然他不是六大势力的人，那也应该是小辈吧，否则怎么能够进入到结界世界之内？一个如此厉害的小辈是来自何处？众人心中充满了好奇，甚至这种不解的声音也是响彻这浩瀚天际。掌教大人，按照刚刚风雷剑派弟子所形容，那些人很像是密洞群圣和那个修罗。此时有人诸天门长老说道，又是他们。听闻此话，一直沉稳的诸天门掌教也是大发雷霆，毕竟他已经听闻之前破解斩妖大地幕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密洞群圣以及一个叫做修罗的家伙所为，尤其是那个修罗的家伙更是他们所失败的罪魁祸首。好，他们竟然还敢找我诸天门麻烦，我倒是要看看这一次他们能否从我眼皮底下逃走。此时诸天门掌教怒火中烧，因为他早就对密洞群圣以及修罗充满恨意，早就决定要讨回个公道。可是现在不等他去找密洞群圣，密洞群圣竟然找上门来，并且还是在他与六大势力掌教都在的情况下，这简直是挑衅，是再明显不过的挑衅。这让他的挑衅让他的怒火变得狂暴，已经到了难以压制的地步。诸天掌教，你是知道那个伪装之人是什么人？此时风雷仙阁掌教开口问道，他们叫做密洞群圣，是我诸天星域内一群为非作歹、卑鄙无耻的组织。他们之前就曾利用特殊的宝物进入过只有小辈才能进入的结界阵法之中，所以一定是他们。诸天门掌教说道，利用宝物混入其中，也就是说他根本就不是小辈，而是一位年迈的修武者所伪装的。龙凤仙阁掌教问道，对，密洞群圣，他们根本不是小辈。诸天门掌教说道。而他此话一出，人海之中再度掀起了轩然大波，先前还对楚风赞不绝口的众人一时之间开始恶语相向，甚至出言羞辱。如果说一个小辈拥有八品尊者的修为的确逆天的话，那么一个修武多年的老一辈人物，八品尊者的修为根本就不算什么，甚至根本就无法排上名号。但以老一辈的身份去冒充小辈，又欺凌小辈，这种修为就实在太让人不齿了。这密洞群圣也太无耻了，必须好好教训他们。一时之间，所有人都对密洞群圣都充满了敌意，恨不得将密洞群圣生吞活扒了，才能一解心头之恨。那个家伙他在做什么？他好像是在拼凑那套盔甲。此时人们再度将目光投向了结界世界之内。自从楚风将12道紫色光柱内的至宝全部拿到后，他就已经拿到了那套完整的盔甲。但是楚风他并没有将盔甲穿在身上，反而是将那盔甲放在地上，然后用手指在上面涂涂画画。旁人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明眼人看得出来，他是在拼凑盔甲。虽说盔甲本就是完整的，但其实也是个成一体，必须将他们的气息统一，才能发挥出盔甲最大的功效。楚风所做的正是此事，不行，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胡作非为，能不能关掉那石盒？能不能让他们出来？此时九星天山掌教问道，他很着急，尽管他们这么多高手在这里，根本就不害怕楚风逃脱，可是他还是非常的急，因为至今为止，他们只知道那石盒之内并不只是那些巨大的兵器那么简单，石盒之内还隐藏着一件神秘的至宝，可那究竟是一件怎样的至宝，他们还并不知晓，所以他害怕被楚风得到那件至宝。天知道被楚风得到那至宝之后，他们是否还能将至宝夺回来？万一那至宝对楚风认主呢？万一与灵魂相融呢？虽然只是一种可能，但他并不希望这种可能发生。这石盒我们一同研究过，若说开启便无法关闭，除非有人得到那至宝，这石盒的力量才会消失。这件事还用我提醒吗？诸天门掌教说道。这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他拿到那件神秘的宝物？此时九星天山等掌教都是非常的着急，但就在此时，诸天门掌教却将目光看向了诸天门的方向，没有人注意到他的眼中出现了一个特别的颜色。而就在他这个眼色之后，诸天门之中便立刻有一道身影飞掠而出，这位叫做陆英卓。这陆英卓乃是诸天门的一位太上长老，修为虽然比不上拓跋承安，可是他却也是一位至尊境的强者。只是
这陆英卓出现之后，不仅跪在了主看台前，更是磕头叩礼，俨然就是一副认罪的模样。属下罪该万死，还请掌教大人严惩。陆英卓说道。陆长老，你这是何意？你何罪之有？朱天门掌教凝声问道。属下欺骗了掌教大人，属下有了贪心，属下罪该万死，还请掌教大人严惩。陆英卓继续说道。可是他的这番话，却使得在场的许多人都是一头雾水，都不明白朱天门的太上长老为何要在这个时候出来认罪。其实人们并不好奇他到底有什么罪，因为此时大家的注意力都在结界世界内的楚风身上，所以当他出来后，众人只是觉得反感，觉得的他乃是在添乱。有什么罪？你们回头慢慢说，在这个时候添什么乱？这不，暴脾气的九星天山掌教看不下去了，于是不悦的开口了。掌教大人，您看。就在此时，陆英卓则是滋啦一下将自己的衣衫扯开，将自己的胸膛露出来。那是看到陆英卓的胸膛之后，那6大势力掌教皆是神色一动，他们可以看到在陆英卓的胸膛之上有着一个奇特的符印，那符印形成纹路，几乎贯穿他的全身，那符印似是血管一般，在他的体内已经与他的身体融为一体。可若只是如此，不会让6大势力掌教脸色变化。之所以会让6大势力掌教脸色变化，乃是因为那陆英卓身上的符印与纹路散发着与石河一样的气息，他们知道陆英卓身上的变化与石河有关。朱天掌教，这是怎么回事？你必须解释清楚。猛然间，另外5座势力掌教都将那愤怒的目光凝聚在了朱天门掌教的身上。诸位大人，此事与我家掌教大人无关，乃是属下贪心，是我一人所为，还请诸位大人责罚。就在此时，陆英卓再度叩头求饶。你这混账，的确该死，我就带你家掌教灭了你。九星天山掌教说话间，便将抬起手来，他可不是装腔作势，在那一刻，他释放出了杀意，他是真的要杀了这个陆英卓。在他看来，陆英卓利用了石河的力量，这就让朱天门占尽了先机，也就等于他们5大势力吃了大亏。对于这种事情，他自然接受不了。等一下，可就在九星天山掌教手掌刚刚举起之际，却又有一只手掌出现，抓住了他的手腕，将他的攻势给拦了下来。是苗氏天族族长，为何阻我？九星天山掌教怒问道。也许留着有用。苗氏天族族长说完此话，又看向陆英卓，你本来可以一直隐瞒，相信你这个时候站出来，也是因为那密洞群圣混入了结界世界之内，想必你是有所办法的。事情紧急，你就直接说，你能否阻止结界世界内的密洞群圣？若是可以阻止，就算你利用了石河的力量，我们也可以让你戴罪立功，惩罚你肯定躲不过，但至少能饶你一条性命。苗氏天族族长说道。掌教大人，诸位大人，属下并非利用了石河的力量，而是当日在那遗迹内找到石河的时候，属下找到了一个与石河属性相同的石头，属下以为那是修炼的宝物，便偷偷带回去，想要独自修炼。可是那石头虽然没有修炼的力量，可却还是与我融为一体。现在的我虽然修武方面没有提升，但与那结界世界似乎有了共鸣，也许那结界世界无法阻挡我，我应该可以进去。陆英卓说道。哦，那你试一试，看看能行否？朱天门掌教说道。遵命。陆英卓说话间，便来到了其中一道结界门之前，随后将他的手臂伸了进去。然而那结界并没有阻拦于他，他的手臂顺利地进入了结界大门，甚至通过镜像都能看到，在结界世界内的确有一只手臂从其中一道结界门内伸了进去。回禀掌教大人，诸位大人，属下可以进去。陆英卓高声说道。眼见着陆英卓真的能够进入结界世界，6大势力掌教则是又气又喜，气的自然是陆英卓真的通过那石河占得了先机，不过喜的是，偏偏陆英卓的这种卑劣行为，导致他现在成为了6大势力的救命稻草，至少有人可以惩治那结界世界内的家伙了。陆英卓，你虽阴差阳错之下获得了进入这结界世界的力量，可暗中偷取遗迹内的宝物，这也是应当杀头的重罪。不过现在我就给你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将那结界世界内的恶徒活捉，我就饶你一命。朱天门掌教高声说道。可是活捉2字却也是让人知道朱天门掌教的心思。朱天门掌教对密洞群圣以及修罗之前的行为非常的憎恨，所以他必须要亲手除掉密洞群圣以及那个叫做修罗的家伙，否则难消心头之恨。遵命，属下定不负掌教大人所望。而陆英卓说话间，便转身进入了结界世界之内。不过对于2人的对话，另外5大势力的掌教以及长老们却是在心中怒骂起来。他们都清楚，陆英卓与朱天门掌教不过是在装腔作势，陆英卓所做的事情，朱天门掌教不可能不知道，大家心里都清楚，陆英卓不过是一个背锅的人而已。实际上，窃取石河力量的乃是朱天门整体，而并非陆英卓一个人。但是陆英卓愿意背锅，并且现在陆英卓有能力阻止结界世界内的人，人们也就懒得计较。可哪怕如此，对于朱天门掌教那装腔作势的行为，他们还是感到恶心。不过此时他们的目光还是凝聚在了结界世界之内。那陆英卓已经进入结界世界之内，并且选择了一个距离楚风较近的结界门，而陆英卓毕竟是至尊境的强者，所以他的速度非常的快，绝对不是那些小辈可比的。因此算一算时间，他要不了多久就会找到楚风，而那正是人们所期待的。此时的楚风已经不再是人们眼中的天才，而是人们眼中一个欺凌小辈的恶心之徒。他们都期待着陆英卓可以狠狠地教训楚风一番。不对，陆长老他的速度好像并没有达到极限，可是为了赶路，他明明已经施展出了身法武技，这是怎么回事？此时朱天门的许多人也都在观察着结界世界内的情况，可是他们却发现陆英卓的速度受到了限制。毕竟他们知道陆英卓的修为乃是2品至尊，可是现在陆英卓所展现出来的修为
好像只有一品至尊。看来陆长老的修为受限了，尽管他能够进入结界世界之内，可是他的修为还是受到了那结界世界的限制。此时他的修为被束缚在了一品至尊，否则速度不会这么慢。在众人不解之际，诸天门内一位老者开口了。这位老者也是一位太上长老，所以当他开口之后，人们都是确信不疑。可是哪怕知道陆英卓的修为受限，但他们却也没有太多担心。就算修为被束缚在了一品至尊，可在他们看来，对付那个家伙也是足够了。楚风并不知道外面的情况，他也根本没有想到诸天门的人竟然能够破开结界世界的力量来找他，所以楚风依旧在专心的摆弄那铠甲，他必须让这铠甲发挥出最大的功效。总算成了。终于，楚风的嘴角勾勒起了一抹笑容，他站起身来，手指一点，那套由12个至宝组成的铠甲便漂浮在半空之上，光芒流转，气息非凡。那铠甲简直就是一套艺术品，只需一盏茶的功夫就将大功告成。看着那漂浮在半空光芒闪闪的铠甲，楚风又仰起头看了一眼虚空之上那被恐怖雷海所阻隔的巨大兵器。楚风有着足够的自信，只要穿上这套铠甲，他就可以穿过那雷海，得到那些兵器。只是在楚风看来，那兵器虽然威势滔天，但很可能并不是真正的兵器。在楚风看来，那兵器更像是钥匙，钥匙有何用途，大家都很清楚。只是作为已是具有此等威势，那么那即将开启的门又将如何？门内的宝物又将如何？只要想一想，楚风都会变得热血沸腾，异常的兴奋。不过，楚风虽然高兴，但诸天门的那些弟子可就郁闷了。他们一直在旁观注视着楚风，并未逃脱。其实他们很怕楚风，可是又心有不甘，不甘心就这样放弃一切。而后来他们又发现，楚风并没有继续难为他们的意思后，他们就索性留了下来。虽然已经知道夺得至宝无望，可他们也想亲眼看一看这个家伙是否能够成功的穿过雷海。当然，他们的心中是都希望楚风失败的。忽然之间，远处的天际风云突变，那个方向空间都在扭曲，并且以极快的速度向他们靠近。那个样子简直就像是天灾降临，而那天灾所过之处，连虚空都无法承受。最可怕的是，那天灾很快就要来到他们的面前了。这一幕可将诸天门的众位弟子吓坏了，还以为是天灾降临的他们被吓得面色大变。此时，有的转身就逃，而有的则是吓得连动弹的力气都没有，闭上眼睛准备等死。至尊境感受到远处的威势之后，楚风却是目光紧缩。楚风的观察力毕竟远非常人可比，当他发现远处的动静之后，不仅看穿了来者的修为，很快就连那来者楚风也是看得清清楚楚。还不承认吗？连你们的太上长老都进来了，难道你们想说结界世界的力量已经失效，所以就连活了几千年的老妖怪都已经能够进来了？此时，楚风讽刺地看向那正在疗伤的南宫一凡以及诸天门的众位弟子。你在说什么？已经被远方的威势吓得够呛的众弟子忽然又听到楚风这样说，一时之间都是不知所措，一头雾水。他们根本不知道楚风是在说什么，唯有南宫一凡明白一些，可也没有完全听懂，因为连他都不知道，其实除了在他身上运用了10合的力量外，在他诸天门内还有人也运用了10合的力量。因此就连他都不知道，其实他诸天门内还有太上长老级别的存在，能够进入这结界世界之中。既然发现老夫了，还不跪地认错？就在诸天门众弟子一头雾水之际，一道声音在天际炸响，紧接着一道身影也是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内。当听到那声音且看到那立于虚空之上的身影之后，诸天门众弟子一个个的都激动坏了，就连那些原本起身逃脱的人也是赶忙身形调转飞了回来。毕竟他们宗门的太上长老，他们不可能不认得。太上长老大人，您要为我们做主啊！一时之间竟然哭声连连。这些天才弟子已经没有了平日的高傲自负，此时就像是一群受委屈的孩子，看到了自己的亲人后就开始哭诉他们的遭遇。不用说了，你们的遭遇老夫看得清清楚楚。我进入此处已是破坏了规则，但却是得到6位大人的许可的。陆英卓话到此处，便将那凌厉的目光投向了楚风。所以你应该知道我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吧？楚风淡淡一笑，说道：诸天门真是够可以的呀，将10合的力量利用到了这种地步，还真是没有浪费。10合在你们这里保存了那么久，不过我更佩服另外5大势力，他们明明知道你们诸天门破坏规则，暗中盗取10合力量，夺取了先机，可他们居然不联手讨个公道，竟然还允许你进入此处，他们可真是大度啊！摆明了就是要将这10合内的至宝对你诸天门拱手相让了。楚风笑眯眯地对陆英卓说道，虽然他的声音结界世界外的人听不到，可是大家都会读取唇语，所以通过唇语也知道楚风在说什么。而听闻楚风这番话后，5大势力掌教脸上也是变得越发难看起来，一个个的下意识的就将那愤怒的目光看向了诸天门掌教。此时诸天门掌教虽然表面面色不改，可是实际上他的内心也是充斥着巨大的压力。尽管所有人都知道楚风是在挑拨离间，可偏偏楚风的挑拨离间又对他们造成了影响。没办法，毕竟这件事情诸天门做的的确很不厚道，不仅6大势力很不愉快，其实就连诸天星域的其他势力也都看得明白，但是没有人敢说什么，毕竟那可是诸天门，是诸天星域的主宰者，就算诸天门不对，可是他们也不敢说啊。卑鄙之徒，竟然还敢逞口舌之利，老夫今日非要严惩于你！猛然间一声怒喝响起，那陆英卓出手了。他毕竟是诸天门的太上长老，知道楚风是在挑拨离间的他必须遏制楚风这种行为。只见他抬手一掌，磅礴的威压便化作无形的巨手，席卷天地，直奔楚风而去。按理来说，
一品至尊的威压足以抹杀楚风，但是他并没有，他手下留情了，因为他要活捉楚风。可他也算得清楚，就算这一掌下去不会抹杀楚风，但也能够重创于他，而这也正是他所想要的。可是下一刻他傻眼了，他能感觉到他的威压在靠近楚风之后，就像是一股狂风遇到了钢铁墙壁，狂风虽强，但岂能奈何钢铁？于是威压消散，但楚风却是毫发未损。谁给你的自信，一定能够击败我？楚风的嘴角掀起了一抹冷笑，而他看向陆英卓的目光更是充满了轻蔑。这个家伙他竟然连至尊境的威压都挡下了。而与此同时，结界世界之外的众人也是陷入了轰动之中。本来他们都觉得，只要陆英卓能够进入结界世界之内，凭借他的实力就足以抹杀结界世界内的楚风。可不曾想，就连陆英卓的出手都无法伤到对方，这让他们必须面对一件事，那就是那个家伙根本不是至尊境那么简单，他的修为很可能也是至尊境。受死！陆英卓并未说太多废话，而是再度出手了。这一次的出手可不只是简单的威压攻势那么简单，天地颤动，空间碎裂，黑暗之中一把金色巨剑浮现，他所施展的乃是8段仙法。金色巨剑划破虚空，直奔楚风而去。狂风大作，涟漪肆虐。此时落在楚风身上的攻势有多强？若不是陆英卓有意控制，只是那肆虐的涟漪都足以将在场的所有诸天门弟子全部抹杀，是全部抹杀。哪怕南宫一凡也是难以逃脱。可尽管那涟漪被掌控住了，可是诸天门的弟子还是吓得赶忙起身，逃到了远处的天际。对于他们来说，这等战斗实在太可怕了。至尊与尊者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可力量的差距却可以用天差的别来形容。可是当那涟漪肆虐之后，那陆英卓的脸色则是变得更加难看了。哪怕他使用了8段仙法，却依然未能撼动楚风分毫。老实讲，此时的他已是有些慌了。毕竟刚刚使用的8段仙法，就算不是他最强的攻击技法，但也是非常强劲的一种了。但是直至此时，对方却是毫无动静，毫无动作就挡下了他的攻势。他怎能不慌？还有什么本事？干脆直接用出来吧。楚风淡淡的开口了，不仅开口了，他的脸上始终挂着一抹笑容，那笑容是那般的自信。可他越是自信，越是显得讽刺。突然间，大地颤动，黑焰冲天起，一道巨大的虚影出现在了天际之上。那虚影由黑色的气焰凝聚而成，立于天地之间，气势逼人，宛如可以毁灭一切的恶魔。可实际上，那巨大的虚影与陆英卓一模一样，这乃是诸天门的正宗技法9段仙法暗之鬼炎。暗之鬼炎刚刚南宫一凡施展过，不过南宫一凡毕竟只是尊者境，所以此时陆英卓所施展的暗之鬼炎，无论是形态还是气势，都远胜南宫一凡所施展的暗之鬼炎数倍不止。可哪怕那暗之鬼炎威势滔天，楚风却依旧面无惧色。只是如此吗？楚风一脸失望地摇了摇头。狂妄之徒，老夫要你好看！陆英卓被气得咬牙切齿，连心都在颤抖。好歹他也是诸天门的太上长老，别看刚刚在6位掌教面前他卑躬屈膝，可平日里在别人面前他也是高高在上的角色。此时被人如此轻视，他自然难以忍受。于是所有人都能感受到陆英卓是要发狠了，甚至就连暗之鬼炎都发生了变化。那立于虚空的巨大虚影已经开始瓦解，虽然虚影瓦解，可是黑焰却仍在。所有人都知道，接下来多半是更强大的招式将要释放而出。果不其然，那瓦解后的黑焰开始重新凝聚，黑焰缠绕奔腾，化作一条黑色的火焰巨蟒。巨蟒长达几万米，在虚空之上盘旋，连云朵都变得渺小，当真是庞然大物。而此时，这个庞然大物缠绕着黑色的旋风，以毁天灭地之势直奔楚风而去。攻势未知，大地已是开始碎裂。他有多强，众人完全能够想象。于是当陆英卓施展此技之后，诸天门的许多人又兴奋又紧张，甚至紧张的都纷纷握紧了拳头。他们都知道，这乃是陆英卓最强的攻击手段了。若是这一击还无法击败那个家伙的话，恐怕陆英卓就没有其他办法了。黑烟漫天，充斥八方，那方土地更是化作了无边无际的深渊巨坑，滚滚浓烟直冲天际，那方天地都变得混沌一片，不见天日。在众人凝视之下，那暗之鬼炎毫无意外地落在了楚风的身上。可是当暗之鬼炎的气焰消散之后，人们惊愕地发现，楚风依旧站在原地，他依旧毫发未损。但最令人错愕的一幕发生了，之前所有人都不确定楚风是用什么手段挡下的这攻势，同时也无法确定楚风的真正修为。但现在楚风他终于释放出了他的气息，只是他的气息竟然没有变化，依旧是8品尊者。他是用8品尊者的气息挡下了1品至尊的攻势。你到底是什么东西？此时陆英卓吓得连连倒退。事已至此，他已经知道他很难凭借自身实力战胜对方了。但最令他绝望的是，对方竟然只是凭借8品尊者的气息挡下了他的攻势。这让他意识到，此时站在他面前的很可能不是一个人，怪物。这一定是一个怪物，因为只有怪物才能做出这种超出常理的事情来。事实上，不仅陆英卓被吓到了，在场的其他人也都被楚风所惊吓到了。这个家伙他到底是什么人啊？不可能，不可能是8品尊者，他一定是用其他力量挡下了那攻势。至宝，一定是至宝。听闻密洞群圣的身上有着许多难以解释的至宝，那些至宝拥有着特殊的力量。这个家伙一定是用至宝的力量挡下了陆长老的攻势。对，一定是至宝。短暂的惊吓之后，人们也是开始猜测起来，猜测楚风到底是用什么手段挡下的陆英卓的攻势。而最终人们确定了一个猜测的可能性，那就是楚风所依靠的一定还是至宝，他是用至宝的力量
挡下了陆英卓的所有攻势，并且这种猜测很快就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同。毕竟先前就连诸天门掌教也都亲口说了，密洞群圣的身上有着许多特殊力量的宝物，连着6大势力奈何不得的结界世界，他们都能混进去，挡下陆英卓攻势的至宝自然也不在话下。毕竟陆英卓如今修为受限，他能够发挥出的力量也仅仅是一品至尊而已。密洞群圣果然名不虚传。忽然陆英卓发出了一声冷笑，他虽然听不到外面众人的议论，可是短暂的震惊之后，他却也与外面的众人有了相同的想法。此时他也觉得眼前这个人能够挡下他的攻势，依靠的乃是至宝的力量，你就继续待在那里吧，这盔甲老夫收了。当确定楚风所依仗的乃是至宝的力量后，陆英卓反而也不慌了，毕竟至宝的力量一般都是有特殊的属性，既然是能够阻挡攻势的至宝，那就应该不具备杀伤力，所以他觉得眼前那个家伙不过是能够阻挡他的攻势而已，并不能够伤害他，搞不好他的真实修为就只是8品尊者，否则也不会这般虚张声势，只是防守而不对他发动攻势。当有了这种想法之后，明明他的攻势都被对方挡了下来，可他不仅不慌了，反而开始轻视楚风，所以他不再理会楚风，而是走向了那个刚刚被楚风彻底融合的铠甲。可是他刚刚伸出手掌，还未触碰到那铠甲，便忽然发出了一声惨叫，因为当他伸手的那一刻，忽然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撞击，不仅整个人飞了出去，就连身上的骨头都是碎裂开来，尘土飞扬之间，连续翻滚数万米才稳住身形，和止口中喷血，他浑身上下皆是布满鲜血。这一击对他造成的伤害可是不轻。遭受攻击之后，他下意识的看向了楚风，而这一看不要紧，不仅仅是他神色变化，外面的众人也是神色变化。此时楚风的身上散发出了一股肉眼可见的力量，那并非是武力，那乃是结界之力，树龙奔腾，光芒神圣，那乃是龙纹级圣袍结界之力。他竟然是龙纹级圣袍界灵师，他竟然真的是龙纹级圣袍界灵师。猛然间天地间惊呼不断，所有人的表情都是变得精彩起来。他们忽然想起了先前那位界灵大师所说的话，只有龙纹级圣袍界灵师才能够无视那紫色光柱下面的阵法。本来他们都觉得那位界灵大师的话不可能成真，楚风定然是依靠至宝才能无视紫色光柱下方的阵法的。可是现在他们才发现，搞了半天楚风并非依靠至宝，而是楚风他本身就是龙纹级圣袍界灵师，他本身就具有无视那阵法的力量。这密洞群圣还真是有些本事，竟然是龙纹级圣袍界灵师。可是就算是龙纹级圣袍界灵师，也不可能挡下一品至尊的攻势吧？毕竟界灵师就算再强，可也是强在破阵布阵之上，若是轮战斗力，根本无法与修武者相提并论啊！更何况对方还是至高无上的至尊境强者。但是很快，人们又觉得楚风应该不是单纯的凭借龙纹级圣袍界灵师的力量挡下了陆英卓的攻势。想不到现在这个年代，人们的见识竟然如此浅薄。可面对众人的猜测，那位风游大师则是再度开口了，并且他的这句话还显得很是失望，他是在否定众人的猜测。大师，您这是何意？此时人们也都将目光投了过去，他们都知道风游大师定然是有事情要与他们说，而这件事情多半就是与楚风的力量有关。龙纹级圣袍界灵师不仅对于界灵师来说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境界，哪怕只是从战力来讲，也是能够媲美一品至尊的。风游大师说道：哇，那岂不是说他是真的靠着自身的力量挡下了陆英卓长老的攻势，而并非依靠至宝？听闻这里，人们看向楚风的目光再度有些变化，大家也都是非常现实的人，运用至宝与自身的实力，这完全是两个概念。就算至宝力量再强，人们也只是承认至宝的厉害，却不一定会认可这个人。可当一个人自身有了强大的实力，便会得到认可。风游大师，我可是听闻，就算龙纹级圣袍界灵师拥有媲美一品至尊的实力，可也只是媲美，而无法与真正的一品至尊抗衡。更何况陆英卓长老先前所使用的手段，可绝对不是寻常的攻势啊！然而就在此时，却有人提出了异议。那位一开口，人们也都是心神一动，因为这位开口之人可不是寻常的人。只见他身穿龙凤仙阁的长袍，却留了一头紫色的长发，看上去是那样的怪异。可是别看他如此怪异，但却没有一个人敢对他有不敬。此人也是大有来头，他名为紫发狂仙，乃是龙凤仙阁的太上长老，并且拥有3品至尊的修为。紫发狂仙在龙凤仙阁内，他拥有着如同拓跋承安在诸天门的身份，乃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他虽不知楚风具体的身份，但因为楚风窥探本属于他们的宝物，破坏了战局，所以他对楚风充满了敌意。正因如此，他并不希望有人说出任何夸赞楚风的话。可是风游大师这一开口，明显是在夸赞楚风，他自然不爽，那可未必。而对于紫发狂仙的话，风游大师也是给出了回应，未必。哼，我可是听闻，当年风游大师您刚刚踏入龙纹级圣袍界灵师的时候，狂傲无比，自认为龙纹级圣袍界灵师的战力能够战胜一品至尊境的修武者，于是你便自封修为，只用结界之术与人对战。可是最终不仅败给了一位一品至尊的修武者，并且败的还是非常的惨烈。紫发狂仙以一种阴阳怪气的语气说道。听闻此话，风游大师的脸色也变得难看起来，因为紫发狂仙所说的乃是事实，而这件事情也是风游大师心中的一个痛。本来这是一个少有人知的事情，可现在紫发狂仙竟然当着众人的面公布了此事，他自然脸上无光。但哪怕如此，他仍辩解道：人与人的天赋也是有所差距，老夫未能凭借龙纹级圣袍的力量
成功对抗一品至尊，不见得其他人就做不到。而对于风游大师之话，紫发狂仙则是冷哼一声，表现得极为不屑。在他看来，风游大师所说的话完全就是在信口开河，完全是狡辩而已。快看！可是忽然间，结界世界外的众人且再度陷入了沸腾之中，尤其是诸天门的人，一个个的更是面露恐慌。搞了半天，是结界世界内的楚风与那陆英卓再度开战了。只不过这一次，楚风乃是发动攻势的那一方，楚风没有运用武力，只是释放出了结界之力。那结界之力在楚风的催动之下，千变万化，时而化作刀剑，时而化作猛兽。最重要的是，面对楚风的攻势，陆英卓竟然毫无抵抗之力。不是没有抵抗，而是他进行抵抗的手段全部都被楚风瓦解。于是楚风的每一次攻势都能够轰击到陆英卓。此时的陆英卓简直就像是一个靶子，只能不断的被楚风攻击。但是偏偏楚风的每一次攻击都不是致命的，但却也在陆英卓的身上留下了一定的创伤。羞辱！楚风此时的攻势虽然没有重创陆英卓的身体，但却在重创陆英卓的自尊。而当众人看到这一幕后，对于龙纹级圣袍界灵师则是有了全新的看法。尽管他们刚刚得知风游大师曾与一品至尊交战，但是惨败而归，可是现在楚风的表现却让他们有了新的看法。虽说楚风是也龙纹级圣袍界灵师，可是面对一品至尊的陆英卓却是占尽了优势，甚至可以说是绝对的优势。这一刻，莫说紫发狂仙傻眼了，就连刚刚还在与紫发狂仙争辩的风游大师也是感觉难以置信。他虽然觉得只要界灵之术发挥得好，是能够与一品至尊抗衡的，可是他却没有想到，原来龙纹级圣袍界灵师竟能以碾压之势对战一品至尊，这已经超出了他的想象。这是何等的天赋啊！竟能将龙纹级圣袍界灵师的战力发挥到这种地步。风游大师的目光紧紧地凝视着楚风，当然他的这句话是在心中说的，他没有说出来，因为他也发现了六大势力的人不想听到他对楚风的夸赞。可哪怕如此，他还是忍不住在内心深处夸赞起楚风，因为楚风的表现实在是超出了他的预料太多。尤其是当他也是一位龙纹级圣袍界灵师的情况下，他能够看得出来楚风对界灵之术的使用是多么的强悍。尽管在外人看来，楚风的界灵之术看上去非常简单，根本不是复杂的阵法，可是在他眼中，楚风对界灵之术的把握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至少是他远远无法比拟的。该死的！不过在大部人惊叹之际，如诸天门掌教等人可就是眉头皱起。如今在他们看来，陆英卓乃是他们最后的希望，可是现在居然连他们最后的希望也难以抗衡楚风，这让他变得不安起来。不过他并没有彻底的绝望，相反，他还抱有一丝期待。哪怕陆英卓已是如此悲惨，可是诸天门掌教仍然抱有着一丝期待。诸天门，瞧你们做的好事！忽然，九星天山掌教一脸怒容地看向了诸天门掌教，与我何干？诸天门掌教凝声问道：若不是你招惹了那密洞群圣，又岂会出现现在这一幕？若不是你们招惹了密洞群圣，他们岂会抢夺我们的宝物？九星天山掌教问道：你这个人真是愚蠢透顶，不可理喻！诸天门掌教是真的被九星天山掌教的话语气到了，毕竟当初密洞群圣出现在斩妖大地墓，是劫走了本属于他诸天门的传承，他诸天门明明是受害者，怎么现在又变成是他诸天门的不对了？好了，现在可不是内讧的时候，既然那位长老不是密洞群圣的对手，那我们就只能看住这结界出口，不能让那个家伙逃了。苗氏天族族长说道。胜负还未定，诸天门掌教说道。难不成那位长老还有其他底牌没有使用？见诸天门掌教这样说，其他人也是纷纷问道：你们专心观看，自然知晓。诸天门掌教说道。其实连他自己也不确定陆英卓接下来的手段能否击败楚风。虽然他没有与密洞群圣交过手，可是却听闻了关于密洞群圣的事情，尤其是那个叫做修罗的家伙，当初更是掌控了阵法，连拓跋承安他们都只能选择逃走。而在诸天门掌教来看，此时在结界世界内的那位很可能不是密洞群圣的一员，而是那个叫做修罗的家伙。所以尽管知道陆英卓的身上还有底牌，可他却也没有绝对的把握，毕竟他不确定那个叫做修罗的家伙是否还有其他底牌。但是因为知道陆英卓身上那件宝物的厉害之处，所以他还是抱有着一定的期待。可恶！此时结界世界内的陆英卓被楚风打得连滚带爬，满身是血，那叫一个狼狈。就连他自己也知道，楚风完全就是在戏谑他，在羞辱他。可是偏偏他没有任何办法，因为他是真的不是楚风的对手，这让他非常的难受。最主要的还是自尊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但他并没有觉得自己就一定死定了，只是在他的眼中却涌现出了犹豫之色。他不知道该不该使用那张底牌，主要原因是那底牌只能使用一次，并且那底牌价值连城，若非万不得已的时刻是绝对不能使用的。若是使用了那底牌，但却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他自己都心中难安。可是最终他眼中的犹豫之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乃是一抹决意。他最终还是做出了决定。可是忽然之间，他的手中出现了一张符纸，那是一张白色的符纸，白色的符纸上面竟然刻写着黑色的符咒。符咒很是诡异，但却散发着强大的气息。符纸出现便直接被宋英卓丢出，于是那符纸化作一道流光，直奔楚风而去。而那符纸速度极快，快到楚风发现那符纸的时候，那符纸已是来到楚风近前。见此情形，楚风赶忙释放出结界之力，化作结界阵法挡在自己身前。与此同时，他更是身形倒退，想要尽可能的与那符纸拉开距离。之所以会如此谨慎，乃是因楚风能够感受到眼前那张符纸之中蕴藏着并不弱的力量。
以防万一。楚风必须谨慎一些。可是很快，那张纸爆炸开来，符纸碎裂之后，一股呈透明质色的能量体从那纸内急速扩散。那能量体的速度竟然比符纸还要快，并且非常的诡异。那能量体将楚风的守护阵法式若无物直接穿透了过去，并且因为扩张的速度太快，很快便追赶上楚风。接下来最诡异的一幕发生了，那能量体也从楚风的身上穿透了过去，但是那能量体并未对楚风造成任何伤害以及影响，甚至让楚风不明白那能量体到底有着怎样的作用。楚风能够看到，那能量体乃是一个球形。此时楚风则是困在球形之内。就在那能量体穿透楚风之后，自楚风的四面八方传来了一阵刺耳的轰鸣。下一刻，那能量体竟然化作钢铁般的物体，将楚风封锁在了当中。这是牢笼阵法。终于，楚风恍然大悟，因为那能量体已经有了变化，不再是可以穿透一切的能量体，而是化作了实质性的钢铁般的物体，并且楚风一眼就能看出来，这钢铁物质非常的强硬，一品至尊是根本无法将其破开的。不只是牢笼阵法，但是很快，楚风的眼眸又变得深邃起来。他忽然发现，那钢铁物质上面出现了纹路，纹路闪烁光芒。与此同时，一股压迫感也是自四面八方笼罩楚风。这不仅仅是牢笼阵法，这是一座可以抹杀被困住之人的牢笼阵法。难怪刚刚的目光如此犹豫，搞了半天是在想着是否要施展这个底牌啊。可是明明已经看穿这牢笼阵法的厉害之处，可楚风不仅不慌，反而在他的嘴角勾勒起了一抹看破一切的笑容。那是什么啊？虽然楚风已经看穿那符纸的力量到底是什么，但是外面的人却不知道，甚至因为那符纸速度太快，许多人都没有看到。陆英卓出手，在他们的视线之中，只记得楚风在压制着陆英卓。可忽然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钢铁堡垒，而钢铁堡垒刚好出现在了楚风先前所在的位置，将楚风封闭了起来。没错，在他们眼中，那不是牢笼阵法，而是钢铁堡垒。钢铁堡垒有何作用？大家自然都很清楚，那是用来守护自己的。